你記住，寧做桃花劫，勿近白虎身。咩意思啊？咩係白虎啊？比桃花劫更可怕？左青龍右白虎，有冇聽過？寧遭桃花劫，勿近白虎身。嗱，呢句俗語喺字面上嘅意思係話，寧願遭受愛情嘅劫難，都唔願意靠近白虎。咁到底點解古人會咁講呢？嗱，先講下寧遭桃花劫。咁桃花運就係指男女之間愛情方面嘅運氣，講白啲就係不斷有人追，有異性緣咁解。嗱，其實最早將呢個桃花嚟指代愛情運嘅話，其實係出自《周易》嘅。咁古人認為地支入邊嘅子、午、卯、酉代表嘅係正南、正北、正東、正西呢四個方位。咁當四象交匯嘅時候，桃花就會盛開。嗱，呢個時候向意中人表白就會好容易得米噶嘛。咁所以慢慢民間就有咗桃花運嘅講法啦。嗱，通常行緊桃花運，行到邊都咁有異性緣嘅，有一種魅力吸引對方。咁但係桃花都有好壞之分噶。嗱，好嘅就叫桃花運，但係如果遇到啲小人、渣男渣女，搞到感情不順，錯過咗好姻緣，結咗婚都會離婚嘅。呢一個就叫桃花劫啦。咁按照古人嘅觀星術，無論係桃花運定係桃花劫，都同星象有關嘅。呢一個就係平時我哋講嘅姻緣天注定整定嘅，就係咁解啦。咁至於寧遭桃花劫嘅意思，即係話寧願自己遭受爛桃花嘅桃花劫，都唔寧願埋白虎身。咁究竟呢隻白虎係咩來頭呢？古人咁驚佢？咁白虎喺古代有好多種意思嘅。第一個意思係代表方位，白虎係西方之神。咁喺古代，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呢四大神獸各代表一個方位，即係平時我哋經常聽到嘅左青龍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後玄武。咁呢四大神獸亦都係上古時期人類對星宿嘅崇拜。咁白虎就位居四大神獸嘅右邊。又因為古人喺觀天象嘅時候，發現西方嘅七獸輪廓睇起身好似一隻威猛嘅老虎，咁對應又係白色，所以古人就將西方七獸稱為白虎啦。咁老虎係自帶威猛同殺氣嘅，所以佢嘅寓意又同皇權、軍權有關。例如話《水滸傳》裏面嘅白虎節堂，佢係古代重要嘅軍事重地嚟嘅。再後嚟，由於古時候嘅官場如戰場，明爭暗鬥，好似老虎咁殘忍，所以後嚟呢一隻白虎又有咗官場嘅意思啦。特別係對於當時候清朝時期紅極一時、做生意好叻嘅商人胡雪岩嚟講，官場可以令佢撈到風生水起，但係亦都可以令佢跌到谷底，萬劫不復。咁呢一句俗語寧遭桃花劫，勿近白虎身，亦都係當時候清朝時期中國首富胡雪岩講嘅。自古以嚟，士農工商，咁商永遠都係排喺最後一位，尤其喺古代，商人嘅社會地位係好低嘅。話說呢個胡雪岩喺未發家致富之前係貧苦人家出身，以前一直都喺農村嗰度放牛嘅啫。直至12歲嗰年，佢父親過咗身之後，佢先至決定出去闖下。咁先後就去咗杭州、金華等地區嘅商行做打工仔。咁見到錢莊嗰邊嘅伙計工資高，又去咗信和錢莊做，由低做起，掃地啊、倒尿壺，乜都做，唔怕邋遢。直到3年之後，先至成為錢莊嘅正式員工。直到19歲嗰年，佢先至遇到貴人，先至開始真正行運。俾杭州嘅一個錢莊嘅老闆睇中佢，收佢為徒，教佢做生意，仲教佢好多嘢，當佢半邊仔咁對待。但係之後錢莊嘅老闆又過咗身，咁胡雪岩就繼承咗呢一間價值5000兩銀嘅錢莊啦。呢一個可以話係佢當時候嘅第一桶金。後嚟胡雪岩又想將生意將間錢莊發大嚟做，但係點搞啊？當時候商人地位好低啊嘛。機緣巧合之下，就俾佢遇到嚴大使王有齡，用500兩銀幫佢補辦咗個官位。哇！呢一下有名又有利，又有王有齡呢個大官喺背後做推手做掩護，咁胡雪岩當時候就壟斷咗浙江一半以上嘅財經啦。不過之後太平軍攻打杭州，搞到王有齡官都冇埋，仲死埋添。咁胡雪岩就冇咗個靠山咯。好彩後嚟又識咗浙江巡撫左宗棠，得到左宗棠嘅賞識，俾咗佢總管佢做，掌管成個浙江嘅錢餉同埋軍糧。哇！老百姓食粥食飯就睇佢咯。呢一下胡雪岩又官又商，真係走上人生嘅巔峰啊！
但係好景不長，1年之後，胡雪岩又耗資2000萬兩銀去搞個蠶絲廠喎，仲想壟斷嚟做貿易，但係引起外商聯合去抵制佢，結果蝕到渣都冇。咁各地嘅官僚又一下子去佢錢莊嗰度提晒佢啲錢出嚟，搞到佢一夜之間一鋪清袋。人就係咁噶啦，衰起身有條路啊嘛。清政府嗰邊咧就炒咗胡雪岩魷魚，仲要左宗棠去收佢數簿。咁最終胡雪岩鬱鬱而終。臨終之前，佢仲同自己嘅仔講咗句遺言，叫做物近白虎。呢一句就係俗語嘅由來啦。呢度嘅白虎，有人認為係白雪雪嘅銀兩，咁因為胡雪岩一生大起大落都係衰喺銀兩。咁又有人認為胡雪岩講嘅白虎指嘅係官場，佢想告誡後人唔好行自己條舊路啊，唔好同官場嘅人打交道。咁亦都有人話呢個白虎指嘅係經商，胡雪岩係想告誡自己嘅子孫後代要遠離經商，而胡雪岩嘅後代真係幾乎冇人做官，亦都冇人經商喎。咁仲有一種講法仲盞鬼，話胡雪岩口中嘅白虎係指白虎女，即係除咗頭髮之外全身都冇毛嘅女子。但係古代民間傳說認為白虎女係克夫，係不祥嘅。因為胡雪岩最風光嘅時候娶13個老婆，最誇張嘅時候一日一個，咁自然少不了白虎女㗎啦。所以當時候胡雪岩死嘅時候，就有人傳言話啦，胡雪岩係因為娶咗個白虎女嚇死咗佢。咁所以民間就有咗明遭桃花劫，物近白虎身嘅講法啦。咁你又認為胡雪岩口中嘅白虎究竟係指女人啦，定係官場，係商人，定係銀兩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